来到文美美 US Law 北美法律第一频道，记得订阅我们，并且开启小铃铛，获取最新视频哦。大家好，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生前更名呢给孩子这样的一个继承问题。那我们知道呢，很多华人家长呢很喜欢把房子呢跟孩子联名，或者呢在生前就把呢房产更名给孩子，他们觉得这样做就可以达到规避呢我们说遗产认证程序这个 probate 的目的。那现在呢，因为加州有 Prop 19这个房地税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为了保持父母之前这样低的一个税率，很多家长也匆匆忙忙的将房产呢想转移给孩子。那李律师在这里提醒您呢，这样的做法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可以跟大家分享呢几个真实的案例。曾经呢就有一对呢我们说加州这样的一个母子，那这位母亲呢，她呢就把儿子的名字放在了房产上跟他联名。那么后来呢，这个儿子他发生了车祸，他撞到了行人。之后呢，到保险公司呢，发现呢他又忘记了去及时的交保费，这样保险公司呢就拒保。所以说，因为呢他的名字放在了房产上，那最后呢这个受害者就把呢这个母亲名下的这个房产就全部追到手。这是其中呢我们说这样的一个案例，这样他们就失去了这个房子。还有呢一个案例呢是说父母呢跟儿子联名，那这个儿子也是很乖很孝顺的，但是呢他们跟这个税务局产生了一些矛盾。本来父母是想说把这栋房子卖掉，他们想搬到呢比较便宜的退休社区，但是在卖房前夕，这个国税局呢就错误的认定了这个儿子有欠税的行为，其实是没有的，但是呢国税局就这样认定了。然后国税局很快找到了他们的房子，在上面放了一个令，这样他们就没有办法去卖掉这个房子。所以最后呢跟国税局交涉了5年之久国税局才终于把这个令呢就是撤销了。这样的话就耽误了父母呢搬到这个退休的社区呢，就是他没有办法去实现这个规划。还有一个案例呢，我也是希望大家呢值得注意的，是说呢有一对父女，那这位父亲他的身体状况呢很不好了，那他呢享受了很多我们说政府给的这样的医疗的福利。当然了，政府的福利不是白给的，他呢有一栋房子，在他100年之后，这个房子呢是要被政府追回去的。为了呢能够去保住这栋房子呢，这位父亲就生前呢把这个房产更名给了他唯一的女儿。但是很不幸的是，这个女儿她得到房产不久出现了意外，这个女儿呢是先于这个父亲过世了。那这个女儿当然她也没有做任何遗产规划，所以呢导致的结局就是这位父亲又重新不得不去参与女儿的 probate， 就是遗产认证程序，这样才能拿到她是原来的房产。所以我们看到呢，生活中有这样大大小小的案例这都说明呢，作为呢华人的父母就是房产呢跟小孩联名，或者生前您把房产呢转给孩子，其实是一个比较危险的做法因为呢我们说美国法律呢是非常复杂的它里面呢有很多样的规定，还有一些小孩当然他比较大手大脚，可能花掉您的钱，但我们现在谈的都是一些非常乖的孩子，但是因为这个社会的风险系数比较高小孩他如果开车不小心撞到人或者就像国税局找他麻烦这样，他自己很好，但是呢也有其他的机构来找他麻烦，那都会呢危及到您的这个财产。所以最安全的办法就是把房产呢放到您的手上生前呢不要给孩子。但是呢我们可以用北美非常流行的一个财富传承的手段，就是成立生前信托，把房产呢放到生前信托里面。那这个生前信托是起到呢代替遗嘱的作用，就相当于呢您把资产从您的左口袋放到了右口袋里。那它的好处呢，就是您因为是生前做的信托是一个合同文件，您生前呢做了这个信托之后，如何呢在您100年之后去传承这个资产，如何分配呢，在合同当中写得非常清楚了，这样就不用呢去走法院的遗嘱认证程序。同时信托本身的效力呢又是非常高是广泛得到承认的。这样的话呢也不妨碍呢您在生前去使用去买卖房产，这个都没有任何障碍。放在 Living Trust 下面呢是不妨碍您房产的买卖使用的。
但是同时呢，在您百年之后呢，小孩又可以顺利的去拿到这个房产，避免呢去跟孩子联名，或者生前就把房产呢留给孩子。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那么欢迎大家呢也在下面呢来点击来订阅 One Minute US Law， 我们会有更多的内容呈现给大家。如果你想联系我呢联系朱迪丽律所呢，那我们这个屏幕下方呢也有我的联系方式。那我们下次再见啦！如果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那就帮我们订阅、点赞、分享吧。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法律问题我最关心。